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过去抓你啊？三小姐，三小姐今夜来访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大理寺要务在身，你为何要不远千里赶去儋州？不如你猜上一猜。素闻姐夫睿智多谋，绝不会行无礼之事，除非儋州之行来匪凶案只是幌子，实为调查裴大福秘密私产一事。你都听到了，然后呢？因此事牵扯重大，你在京城又被一双双眼睛盯着，所以你才会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你如何觉得裴大福私产与儋州有关？儋州多有港口，海泊临集，商贾成聚，又远离京城监管。若我手中有一笔来路不清白的巨额财产，放到儋州左右流通，确是个好法子。三小姐如此见识，可全都是因为受了儋州那位叔叔的调教啊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目的？你我初见那日，三小姐便和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你儋州的叔婶如何慈爱温柔，讲你在儋州如何无忧无虑、幸福安稳地长大。我此前儋州一行确实听闻了不少趣事，不如今夜我也和三小姐讲一个故事吧。你有话就直说。17年前，有一辆马车载着一个女婴，从京城驶向儋州。她本是京城官宦人家的女儿，被诬为鬼怪，赶出家门，寄养在儋州的同窗家中。京城时常会寄来糕点和银钱，但却始终未落到她的手中。婶婶是个乡野蛮妇，对她动辄便是满口污言秽语，又打又骂。但相比之下，家中的男人则更为可怕。他这位叔叔是个屡试不第的风秀才，日夜苦读如入魔障，甚至让女孩将他多年的拗口骈文逐句背诵，错一个字便不许睡觉，不许进食。他在家中受尽苦难，在那小渔村里也是备受欺凌折辱，人人都叫他赤脚鬼，还总有乡村顽童胡闹捉弄，时常将他推搡在地，将他的鞋袜夺走，逼他赤脚而行。这17年间积攒下的仇怨，让他恨透了这夫妇二人。他一天一天长大，终于有了反抗的力气，终于亲手杀死了他的仇人，并从儋州逃回了京城。一个是海匪胡乱杀人，一个是养女复仇弑亲。三小姐，这两个故事孰真孰假呀？不知姐夫从何处听来这些离奇传言？我又如何知道真假？夜已深了，您早些歇息。韩燕告退。傅大人请自重。你既不知真假，那这些伤疤从何而来？二小姐，让开！不是，放开我！傅云熙，
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即便我有千错万错，是你自毁家宅，住进我们庄府，你明知庄雨山自小恋慕于你，却还是故意引起他争风吃醋，让他与我为难。你到底藏有什么目的？如果你想把我抓了去，尽管将你的所有怀疑、所有证据呈上大理寺，而不是三番两次戏弄于我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那些谎言不堪一击，只要有心之人稍加查证，便可将你逼入绝境。希望你记住，真正厉害的骗子，骗人时是不说谎的。大人，您在去儋州之前特意吩咐于我，若是在入城文录上看到段天师的名号，便派人将字条塞到蜡烛之中，送到三小姐的闺房。此事您还记得吧？此事你做得很好。那您方才为何不告诉三小姐？您如此为她费心筹划。此话一说出口，倒像是邀功一般，不必说了。那您是如何猜到这道士会来京城的呀？行事谋划，终究逃不过人性二字。既然有人要害他，自然会挑他最大的弱点来下手。您既有心帮他，却又特意吩咐于我，为何不直接将字条写得清楚明白？他若足够聪明，便能看个明白。说这点玄机他都参透不了，我也不必费心帮他。他终究是死路一条。这位三小姐确非凡人，就连您去儋州调查裴大夫私产一事，她竟然也能猜到一二。我也有几分意外，他竟然能想到这一层。对了，大人，裴大夫一子一事已在京中疯传，咱们是不是也该把调查进展速速上报给大理寺？一定要上报吗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寻得那位义子，拿到那笔财产，你和沐风各自分得2成，其余6成归我。你可愿意啊？大人，您这是认真的？自然。大人，属下追随您多年，您并非贪图财物之人。我总得为阿芝的未来做打算吧。可是大人，你一时又想找一个有手段、有主意的女子保家，一时又想要私吞左行厂这笔巨额财产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方才我说的话，就当我没说过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大人。他真是好手段啊！口口声声对傅云熙无意，结果深更半夜与其私会，而且还不清不白的拉拉扯扯。二小姐，您早些休息吧。翠月，你明日一早去一趟南山医馆。南山医馆？我听说那里收治了好几个天花病人，整个医馆已经封闭多日了呀。你去寻一只枕头来，我要天花病人用过的。这，二小姐，这天花凶险，一旦染上极难医治，即便是康复痊愈，容貌肌肤也会被疤痕尽毁。我就不信届时他傅云熙还会对他动情。二小姐，这怎么？你不愿帮我？
这三小姐怎么如此多病多难呢？老爷，吴大夫来了。吴大夫，有劳赶紧进屋瞧瞧，里面是我家三女儿。庄老爷不必着急，我这边进去。有劳，有劳。我得了什么病？只怕是染上了天花。我多日未曾出门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今日三小姐房中可有什么异样？吴大夫，这是何意？三小姐是否接触过什么生人之物，比如枕头？我今日新得了一件狐裘披风。大夫，是这件。我可否拿下看看？三小姐安心静养，我这就去为您开药。多谢吴大夫。雨山，是你做的？小娘，那吴大夫说了什么？他为何不请自来？果然是你啊！快告诉小娘事情，小娘好替你想办法。我让翠云去南山医馆买了天花病人的枕头，放进了她的房中。你糊涂啊你！怎么敢让贴身丫鬟去干这种事儿？不是小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一时就气昏了头脑。那谁知道那医馆的内应小厮怎么就招了呢？我方才听说南山医馆的大夫亲自登门，我这才觉出不好，便让翠云出府了。只怕事情已经败露了。翠云那丫头呢？快把她叫回来。小娘，此事是我指使翠云去做的，兰儿已经被赶出府了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能再将她推出去顶罪了。你还犯糊涂呢？她是个奴婢，哎，你的命重要还是她的命重要啊？我从小受她照看陪伴，虽是奴婢，但却忠心。我已经给了她好多首饰银两出城了，你绝寻不到她。你呀，怎么样？是天花吗？此事小人难辞其咎。吴大夫，这是何意啊？方才我医馆中的抓药小童来向我告罪，说贵府有一位丫鬟在他手中买了一只天花患者用过的枕头，我这才匆匆赶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暗害韩燕？是哪个丫头敢谋害主家呀？此女名唤翠云，只是小人并未在三小姐的房中寻到那只枕头，倒是在这件披风的衣领上发现了天花豆荚，想来也是出自我们医馆。这正是雨山送我那件狐裘啊！此事全因医馆管束不严，庄大人
若有意报官，小人绝不包庇纵容。吴大夫言重了，还是先赶紧给韩燕抓药救治啊。京城人多口杂，此事切莫宣扬。小人明白，那我先回医馆抓药。有劳吴大夫了。啊，淑红，随吴大夫去抓药吧。是。二小姐在哪里？老爷，我把人带来了。雨山，跪下。你自己说吧，把前因后果全都分说清楚，再向父亲磕头请罪。都是我做的，没什么好狡辩的。父亲要罚便罚吧。你还理直气壮！我从小就喜欢富家哥哥，当年是您执意要将大姐姐嫁进富家的，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不肯出嫁，您应该知道是为什么。这与这事有何干系？自从三妹妹归家，便和富家哥哥牵扯不清，他是打定了主意要和我争抢，我就是容不下他。玉山，祖母自问，不曾薄待过你。即便你容不下韩燕，为何要来暗害我呢？祖母，这是何意啊？孙女从未害过您啊！你莫再次狡辩！我问你，你送给祖母那件狐裘披风上的天花豆荚从何处而来？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老爷，那件狐裘是雨山亲自挑的料子，还请了京城最好的裁缝，专门为祖母做的，怎么会沾染天花豆荚啊？你自己去问问吴大夫。这个家我管不了了。小娘。老爷，三小姐来了。她不好好养病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她执意要来，老奴也没办法。海燕，你这是作何啊？父亲，女儿想要回儋州去，不在京中久留了。你胡说些什么？女儿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她来向父亲、祖母告别，日后大概也不会再回京城来了。父亲若是思念女儿，便写信送去儋州吧。孙嬷嬷，快去扶三小姐！啊！扶住三小姐！你这孩子如此重病，就不要胡闹了，快回房歇息吧。啊！祖母不必再留韩燕了。自从我归家，便搅得家宅不宁，今日更是生出如此祸端，韩燕实在无脸面再赖在家里了。哎，此事怎么能怪你呢？若不是你把那狐裘披风要了去，恐怕我又要遭难了。祖母康健便好，这都是韩燕应该受的。孙嬷嬷，你也别再扶我了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多谢三小姐。你此话何意啊？什么叫是你该受的呀？祖母别再问了。庄寒燕，你把话说清楚。那狐裘披风上为何会有天花豆荚？是不是你自己放上去的？是我自己放的，雨儿姐姐绝无干系。三小姐这话说的，倒像是雨山逼你自认一般。等等，此前我就觉得十分古怪，莫不是昨天一早你非要夺我那狐裘披风，早就知道其中藏有天花豆荚不成？祖母别再问了，一切都是韩燕咎由自取。韩燕，你有什么苦衷就全都说出来，家中的长辈会为你做主的。韩燕没有苦衷，只是那段真人虽已伏法，但我背负赤脚鬼之名多年，只怕日后祖母身子再不爽利，父亲公务有何不顺遂，全都要怪在韩燕头上。韩燕不想再受此污名了。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我重病，借此机会重提赤脚鬼一事，再把那祸水引到你头上？韩燕失言，韩燕绝无此意。
祖母，你不要被他这副可怜模样给蒙蔽了，他就是想借机生事。二姐姐放心，韩燕这一走，绝不会再回来。卓二姐姐与富家姑爷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早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庄寒燕，你好算计啊！你口口声声为我说话，实则把脏水全往我身上泼。二姐姐，哪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算计他人？我今日未说你半分错处，若你还念及半分姐妹情谊，也请你放过我。你站住！雨山。于山，你放肆！韩燕，来人呐，快将二小姐拿下，带回房间禁足。不是小娘，我都没有碰到她，是她自己摔的。哎呀，你闭嘴吧你！孙嬷嬷，来，碰到她，把二小姐带回房间。不是，她自己摔倒的。韩燕，你没摔倒吧？父亲放心。父亲，韩燕无碍，你快离我远些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为何如此犯傻呀？若早查出那狐裘披风有异样，为何不直说呢？韩燕无意挑起家中事端，亦不想祖母平白遭受磨难，是韩燕错了。过去祖母愧对你了。老爷，快将三小姐送回房间吧。不能再留在共同院了。那雨山如此不惜韩燕，只怕还会再生事端。韩燕，不然到永寿堂去，以后你的饮食起居啊，都由宝蟾、宝月亲自照料。是呀，你说可好？韩燕她天花未育，如此不妥吧？那若我再不护着她，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呀？我自己的女儿，当然由我亲自照顾。希文，你这是？从今日起，三小姐随我一同下榻蒹葭阁，各位可有意见？算起来，那不过是我与母亲第二次见面。我没想到她会在我落难之际突然现身。这一次，蒹葭阁的大门终于为我敞开，我也终于有机会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之下。但母女分离时凄惨，我如何才能真正走进